这些看着像修车一样的姿势，其实是在搭乐高。选手们要在桌子上下搭出一个2层的作品，简单，就是搭地上和地下呗。那横跨地上地下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呢？胡萝卜。金发组的计划很有意思，农夫和兔子正在抢同一只萝卜。Rabbits, man, pest. 这里管野兔叫害虫，是因为澳洲有上百亿只野兔，澳洲人为了消灭兔子，轰炸机都用过。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做过最大也最难的模型，光农夫就有人半个身子大小。金发组一直热衷挑战难度，也因此他们的搭建就没有顺利过的。But then... Oh, no. Is that you? That's not good, Trent. 但最后总算赶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老农夫正用力拔一颗顽固的萝卜，然而他不知道自己拔不出的原因，其实是地下的一只兔子正在和他抢萝卜。农场旁边禁止兔子的标示是给兔子看的吗？其实这个作品的比例有大问题，兔子就好像被长发老哥那边的地下核废料感染了，赶上半个农夫大了。虽然这个作品整体看着不够精致，其实这种大型人物很难塑造，也很难固定。只论难度，应该是和长发组的巨虫城市不相上下的，但金发组的短板就在比例把控和细节处理上，可能评委就是喜欢他们钻研难点的镜头，还是给了个第2名。前面几期评论里说，在桌子上下搭啥的都有，什么 EVA 的地下都市啊，天堂和地狱，沉默一半的泰坦尼克号，还有说黄金矿工的。不过这一集的夫妻组还真搭了个挖矿的故事，上面是采矿探险队，他们在考古挖掘矿石的过程中，不小心打开了地下的恐龙世界。Underground, flying. Yeah. Pterodactyls would be above flying through the sky, wouldn't they? 翼龙在地下飞，这个想法还是挺有趣的。然而，正当妻子调整地下世界的模型时 Silly trick. Oh, the Tim, bridge. I broke the bridge. Okay, I'll fix that and you just figure out something else to do. 就问你们学会了没有？看看夫妻俩是怎么处理故事的。勘探队将一位考古学家放进下面的洞穴里，然而这位勇敢的考古学家不会想到的是，地下世界有只巨大的红色翼龙准备扑过来抓住他。夫妻组作品的优势依托于上层的细节和翼龙故事的设计，缺点在正面太空旷了，和其他组比起来整体难度较低。评委其实很喜欢这种细节丰富的作品，实话说总体比金发组搭的好一些，但介于难度上，第2名还是给了金发组。这钻桌子底下搭建乐高，像我这种1.88米的，不是自带 debuff 吗？又或者来个白发老爷爷在桌底下按砖，顿时就有种节目组不当人的感觉。街游组刚好就是这么个组合，他们的计划也很有意思。正在游泳的女人遇上了鲨鱼，但往桌子底下看，其实是个熊孩子装的。看这一脸就知道用乐高做人物模型多难了。这人害怕可能不是看着鲨鱼，是看着镜子了吧？这期基友组启用了第1集迎来的小胖砖，召唤上季乐高大师季军兼跑步冠军小胖，帮他们跑腿拿砖。Such an advantage. 12个小时过去了，来瞅瞅成品。这个作品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透视，近大远小，拿捏到位。Personally,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e've ever made. 这就拉倒吧，他们之前每一期搭的都比这个好看，而且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他们跑题了。这期主题叫上下两面，可他们桌子下面也没东西啊。不过开头也说了，这俩人搭桌底确实也不容易，但该淘汰还得淘汰，估计是看他们前面表现一直很好，手里还有小金砖的面子上，评委最后还是淘汰了另一组。 Unfortunately, Jen and Jody,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等会儿暂停一下，光听他们这个创意，我就不信能被淘汰。姐姐组准备在桌子上面搭建圣诞老人的小屋，下面做准备礼物的工作室。妹子搭建的作品总是有很多精致迷人的元素，方头仔圣诞老人、雪橇、小麋鹿。Work is never done, so 所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成品了。这个最后被淘汰的作品到底是啥样的？圣诞工作室里的精灵们正在忙碌的制造圣诞礼物，中间写着距离圣诞老人出发还有42分钟。这也是乐高大师目前唯一出现过的剖面模型，干净、精致、小而美。如果能出套组，这真是本集里我最想买的一套了。妹子们的色彩应用和创意都是大师级的，而且对基础砖块的理解很好，缺点在上下两层故事没有衔接好，故事完整性差了一截。其实如果能做成雪橇和驯鹿飞越地面的场景，这个作品估计要从倒数第一直接跳到第一。不过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暂停处。 Or do you? Do you have to leave? 卷帘门一开，钻进来的是前面被淘汰的但人气一直很高的塔王组，将和姐姐组进行一场复活赛对决。随身听、任天堂的 Game Boy、拨盘电话机、拍立得，这些估计90后都印象模糊的老物件，用乐高能还原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吗？塔王组的老哥选择了许多人的童年梦想，掌机鼻祖 Game Boy。
目前全新品的售价是，好家伙，谁说电子产品不能升值的？姐姐组这边同时扑向了拍立得，扫一眼就会知道这些物品里复刻难度最低的就是这个没有啥曲线弧度，而且颜色简单清晰的拍立得。最难的地方就是背部金字塔状的斜面。说到难点 ，Game Boy 底部的圆角是一个，还有游戏机的绿色屏幕咋做啊？按钮呢？塔王组的老哥马上有了一个天才想法，用警察人仔的帽子做游戏机的按钮。但3个小时过得很快，时间截止，我的天，2组的还原度都高到我需要花几秒钟来辨别哪个是真的。先来看塔王组这边的 Game Boy， 这个屏幕处理太巧妙了，荧光绿再盖上蓝色的玻璃板，直接改变了砖块的颜色。警察人仔帽子做成了按钮上的磨损，就好像平时把玩的痕迹一样。游戏卡、左右的按钮、底部的耳机孔，我都想替评委喊一声 Amazing。正当我感叹塔王组的 Game Boy 太完美的时候，评委这边发现了滑点。It's quite a lot thicker than what the real Game Boy is. In fact, it's almost a whole brick thicker. 姐姐组这边的拍立得也给我看晕了，这不是一模一样吗？闪光灯部分是嵌入了黄色的发光砖，背部的斜面做成了梯形，而且他们竟然用半透明的零件将拍立得的 logo 也做了出来，差点都忘了这是被淘汰的2组，很难想象其他组来搭会是啥样。最后由评委来复活做得更还原的一组。So far in LEGO Masters, you haven't won a build. That's changed. Welcome back. 啊，我的塔王组，难度更低但还原度也更高的姐姐组重返赛场。塔王组几乎攻克了 Game Boy 的所有难点，最后死在了厚度上，唉，太可惜了。也许你没看过星战，但你肯定见过绝地武士拿着 LED 灯管互殴的画面，肯定也听过这一句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英文听懂了吧？别再放肆，没什么用。说你啊。本期主题是8小时内设计出一个星战飞船载具，听着简单，做着难。我都怀疑这一集是不是乐高设计师搞不出星战新套装来找灵感的。长发老哥一脸娇羞的抽到了头号反派达斯维达，以他们平时的铁直男搭建风格，星战主题还抽到反派，真的是过年了。他们的船叫帝国风暴登陆舰，一艘运送风暴白兵的船，因此也吸引了现场巡逻的白兵前来围观。他们本来想用机翼立住船体，中间悬空，可惜的是没成功，最后还是肚子着地了，但问题不大。这感觉有帝国那味儿了。小白兵跪在 BOSS 达斯面前，感觉下一秒就要被原力锁喉了。达斯维达身后带着红色的皇家禁卫队员，没看过星战也能看出妥妥的反派。金发组他们抽到了正派卢克，眼镜小哥是星战的狂热粉丝，他们计划做卢克带着机器人同伴的双人战斗机。金发组的作品结合了星战中的雪地战机 XE、AE 的元素，这艘星际战斗机刚刚击中一架敌军的飞机，爆炸在他们的正前方。作为全场最小但也最精致的作品，评委直接指出了一个设定 bug。 I don't think the light side could afford to make or produce ships like this. It's almost like it's too good a ship. Yes。来，这一期接着搞星战的飞船，姐姐组抽到的是正派瑞，3部星战的女主角。最开始在沙漠中捡破烂生存，真就开局一双手，装备全靠捡呗。所以妹子们决定做一艘瑞的拾荒船。瑞坐在驾驶舱里，为了生存在干燥荒凉的沙漠中捡垃圾谋生。和小机器人 BB8 一样配色的拾荒船拖着一台废弃的 AT-AT， 身后还有一个白兵试图阻止他们拖走 AT-AT， 有点可爱。这3个层次的故事必须是全场最佳了。要说唯一的 bug， 可能是瑞拾荒时期开这么豪华的船是不是有点离谱了？不过假库星有新建坟场，就像在迪拜一样，捡个破烂月入100万也是有可能的。夫妻组抽到的是反派凯洛伦。妻子完全没看过星战 What is a Star Wars? 这一下搭建任务全都落在丈夫身上了。丈夫计划做一个带叶片的，用来诱捕绝地武士的球形飞船。他想把反派飞船做出尖锐锋利的感觉，使用了很多机械组将尖头固定在船上。达斯维达坐在驾驶舱里，将抓捕到的绝地武士扔进牢房，带回去审问。夫妻组的船是全场最大的。评委将盖子拆下来，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机械组，但可惜的是，他们链接处用了蓝色的销，破坏了整体色彩的和谐。下一期冠军作品不愧是金砖组，竟然连船舱里面都做出来了。